队长，死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身上有多处刀伤。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破窗进入的痕迹。队长，这有后院，有警告，你看一眼吧。是挖洞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说说你的看法。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高材生就是聪明，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抓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50、60人。你抓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的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小苏，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65米，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是。真没想到会是他。等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很多罪犯呐，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抓不完，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去登记，忽然就爆炸了。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当时车上是有11名乘客，全部身亡。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比起安全事故，
你们更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对，一个是因为大巴站不久前刚对所有的车辆做过安全检测，排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对，这个人要找。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吴老，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吴老好，哎，吴老好，哎，你好，吴老好。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了那些爆炸案件。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做无用功。如果工作流程没问题，却找不到突破口，那就得换一种思路。哎，诸位，咱们换一种工作方式。现在把所有的零件、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挪，把中间给空出来。都愣着干什么呀？听我老的，动起来！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好嘞。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瞬间车里的情况。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前排靠窗这个位置不接触油和电，但是它过火积碳的颜色最深，损毁最严重，残片最细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炸弹当时就放在这儿。案件性质基本确定了，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嗯。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大家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现场保持原状，明天继续筛。好。
飞哥，这是啥意思啊？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这是石英表上的铁片。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哎，陆老他人呢？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在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儿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师傅，馅饼在哪儿？拆完了吗？然后呢？在这堆东西当中，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拍样片，人手一份。明白，明白。那我去仓库了。吴老，好几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这种指示灯长得都差不多，大巴车上应该也很正常吧？测过电压吗？测了1.5伏。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一般是12伏。对啊，这是炸弹上的。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筛。好，这是刚拆下。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有吗？一样的，吴老。完全一样。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2周内的，没有线索时继续往前查。明白。还有，新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在附近。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就是说，这种自制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对。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巴站周边，时间就锁定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行动！这个人，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案发前1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放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我马上安排行动。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他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师傅，这起爆炸案10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
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您是放心不下枪手那个案子吧？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步多好啊！我不爱跟你聊天。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2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还有个枪手。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哎，真是个老小孩。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吧？哎！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5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案时间不超过1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是他的风格。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马脚。这次不一样了，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我们对现在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100人。师傅，
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是的，吴老，我们现在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宁队，我想看看监控。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就是他。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这就对上了。来，锁定的，调出拍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明白。明白。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得去趟现场。现在就去。好。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那儿跑。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以这台机器为中心，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他。好。林队，打发了。林队，等等，就是他。李飞，查查这人的身份。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收到了，我马上打开。这个人就是枪手，照片我也发给了襄城警方，连同金宁3个地方一起排查，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周康。嫌疑人周康，1974年出生，崇州人，有多次案底，曾因非法持枪服刑3年。嫌疑人身高1.70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崇州口音，会驾驶汽车。叫什么名字？张子琴。张子琴，你知道周康背着人命呢，你不但不报警，还帮他掩饰罪行，你知道窝藏罪犯什么概念吗？我是犯了错，但是他对我好。他是杀人犯。我不管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在我面前，他是个好人。小琴，你能具体说说他怎么个好法吗？他对我特别好，他花钱给我治病，还一直照顾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吴老，我看在这个张子琴身上，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整个晋宁大搜索都没有找到周康的影子，应该是已经逃走了。是有可能，但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如果是我，回崇州。回老家？师傅，他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了，到处都是通缉令。他怎么敢回去啊？听说过灯下黑吗？张子晴说，周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乍一听有些荒唐，因为他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把陌生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可是据张子晴的描述，或许周康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只是这点温度，他只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周康离开崇州多年，但是身上一直带着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崇州。宁队，联系崇州，查周康的老家。好。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2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就是他。果然回来了。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地图。根据张子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周坝公墓。周康的父亲就埋在这儿。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程，重点排查小周坝公墓。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师傅，师傅，几点了？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放这儿吧，待会儿再吃吧。没胃口。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年纪大了，有动静吗？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吃感冒药了吗？您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你瞧瞧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联系余队。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哎，你好，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帽子摘一下啊。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你好，例行检查。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停一下。你好，头皮伤开一下。你好，例行检查。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你好，例行检查。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跟上。一切正常。
务必要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你去吧。吴老，人跟丢了。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庄子晴，没事儿。师傅，师傅！ 师傅，怎么回事？朱康刚跑。您受伤了？擦伤，没事。吴老，先把孩子抱走。我回他。带地图了吗？带了。来。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 3组已经往北压上去了。好，往北是3条小路，直通大岛。 1、3、4组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3条路。是，我和他们一起。吴老，上我车，堵大路。好。 西路没有发现目标，小洲北路没有发现目标。余队，前面就进主路了，往东200米就是高速。停车，就堵在这儿。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位置。金海家园后面一条小巷。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1组马上支援。
周康。 报告，目标已被击毙。这回真是圆满了。你爸爸实实在在的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了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的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 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习惯了。 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陪我出差去。Өвөөдөө хасурахгүй л юу? Өвөө нь бурхан болсон минийх. Өөр хорвоогоос манусыгаа харж ийн гэсэн үг шүү дээ минийх. Тэгвэл бурхан болох нь хаа их ойлчих юм? Хаа явдгийг гэж үү? Тэнгэрт явсан. Их байгаал давцсан. За минийх ортлон хорвоогийн төмөн биз. За энэ өөрлөг нь ууслаг нь гол мөрөн бүгдөө амьд сүнслээ шүү дээ. За хүн энэ хорвоогоос амжирах юм бол нөгөө хорвоод очиноо л гэсэн. За тэгээд уул болно, ус болно. За зарим нэгэн нороо тэнгэрд байгаа од болно л гэсэн үгтэй. Тэгвэл өвөө од болсон гэсэн үг? Өвөө нь сайн хүн юм чинь. Лавл од болсон. Тэгвэл би яасан хүн байна? Аав дүүнаараа бүгдийг хамгаална. Тэгээд бас олон хүний хамгаална. Тэгвэл би бас од болдго юм болов? Минийхөө тэр гэлсэж байгаа хамгийн гэгээтэй одыг. Миний хүү хожим лав тэрлээд болсон даа минийхөө.
谁听得花落的声息？谁挽留还带走沙砾？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一环的长路的清醒。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平凡也不行。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默默点燃自己。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要忘记我的名。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哪怕不被铭记，来了又去。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拼尽全力无尽喘息，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默默点燃自己。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要忘记我的名。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哪怕不被铭记。